整台车有一些鸟大便，然后有一些挂花的地方。车上面有一个 antenna 也是没有皮了的。这个 wiper 啊是已经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被偷 wiper 啊。Yo, what's up？ 欢迎回到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 新年快乐，2025年快乐。2025年呢，我们 Rider ATH 跟以前一样，每一年都会有1到2台的这个 project car。那今年我们的 project car 呢，有一点特别，因为每一年我们的 project car 都会一直不断的往上攀爬，就是可能会越买越贵啊。但是今年我们走反方向，我们把这台车的价钱打下来，打到少过1万块马币，没有错，我们买下了这一台第1代的 Perodua MyV。Perodua MyV 这一款车啊，在马来西亚真的是多到一个够力啊！你自己算一算啦，你开车出去5分钟，你看到一台 MyV 就算一次，1台、2台、3台这样子，5分钟应该会有50台到100台或者更多。所以 MyV 那么多台在路上走，一定有它的原因，因为它车价够便宜，保养也省心，再来就是它省油又跑的。MyV 啊，真的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超跑来的，你在 highway 上面，不管你驾几贵的车，一定都有被 MyV 丢过。没有错，今天我们买下了这一台 MyV， 也就是要跟人家斗快。要在哪里斗快？当然不要在马路上面斗快，那个不是我的作风啊。所以我们买这台车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一台赛车，真正合规格的赛车。我们要把它拿来参加2025年马来西亚 MSF Malaysia Speed Festival 的一个全新 category， 在2025年才启动的，就是 MyV Cup。MyV Cup 顾名思义，都是只有 MyV 可以参赛哦。所以我们将会拿这台小白进去参赛，跑出来的成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会做一整个系列的影片，从把这辆车买下来到把这台车拿进赛道里面做测试，还有参赛，全部内容我们都会记录下来。那在那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 MyV 长什么样。OK，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买回来，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样子。整台 MyV 前车主是怎样开，它就是什么样子。到我手上这一刻，它还是前车主的那一个样子。整台车外观上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前脸还是第一次小改款之前的前脸，就是 bumper 这些全部都还是原装 original 第1代 MyV 的样子，没有任何的改变。车灯有装了一个小个的灯眉，原装的车灯没有 projector headlamp， 到第2代 Lucky Best 才是 projector headlamp。这个是原装的 reflector headlamp， 我们可能会把它换成 LED 的车头灯。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在前车主的家是用了什么样的铝圈还有轮胎配置啊。铝圈方面是一个15寸的 Spoon 的铝圈 ，OK， 我们可以看到有写着 Spoon， 但是在中间的 wheel cap 是写 Race 啊，所以它是 Spoon and Race 啊，名牌中的名牌的这个铝圈，可是一看就是假货。然后轮胎方面用的是 Dunlop Formula D06， 是一个入门街胎，很普通的轮胎。轮胎尺寸是195 55 R15 ，15寸就是参赛规格，但是我们不会用这个 Sport Rim， 也不会用这一个轮胎去参赛，因为一定会把这辆车架出那个场外啊，甩出去啊。然后车身侧面可以看到，还可以啦，整台车有一些鸟大便，然后有一些挂花的地方，好像车门这些地方全部都挂花了，但是没有办法啦，这个旧车嘛。车上面有一个 antenna， 也是没有皮了的，脱皮了。后面有一个小尾翼，这个尾翼呢是后面另外加装的，因为相信前车主觉得这辆车可能没有尾翼不好看，就加装了一个 MyV SE 第1代的尾翼。然后 bumper 应该是因为 accident 过后啦，所以就换了一个 MyV SE2 的 bumper， 这个 bumper 真的美啊。前面其实我也是有打算要换 MyV SE2 的 bumper 跟 bonnet 啊，那个真的很漂亮。然后可以看到这个 wiper 啊是已经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被偷 wiper 啊 ，wiper 没有了。LED 的尾灯，想当年2000多年啊，这个 MyV 就已经用那么超前的 LED 尾灯了，所以这个 LED 尾灯我们不会做任何的改变啊。然后打开尾箱，我们可以看到，哇，这个液压顶杆没有力了啊，旁边2只液压顶杆没有力了，可能会换掉，可能就不理它，反正这辆车是要拿去比赛的。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有我的包包，然后还有一堆是这个前车主的东西，超多的，有这个 carpet 啊，还有一堆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然后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有 spare tire 的，哇，然后打开来里面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一定会清理一下啦。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 interior 长什么样。这台车啊，从刚才到现在，你看我没有熄火，因为我怕熄火过后就 start 不到了，很麻烦，要 jump start。jump start 其实我可以用这个70迈的 jump start 啦，这个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
刚才我们就有用它来 jump start 了，可是很麻烦啊，如果我熄火了过后，等下又要再 jump start 就麻烦。整个 interior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dashboard 全部都是 hard plastic 原装 Myvi 的，可是中间的 player 是换大台的了啦，是一个有荧幕的 player。本来这一代 Myvi 是没有荧幕的，然后中间有一个 meter， 这个 meter 是单色的，很丑，橙色，然后有水温表啊，水温表等一下我们开车的时候再来讲水温表的好处。然后整台车钉的这个隔热膜是已经拆掉了，因为要验车。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椅子有这个沙龙一个衣服啊 T 恤来的，没有错的话，诶，这个可能不是 T 恤吧，又好像是，不知道。就一个小熊图案，非常可爱，就是跟着前车主来的。这个一定会给我们拿掉，因为到时候要参赛，不可能用这个原装的椅子啊。有一说一，我觉得几千块买到这个 interior condition 真心不错了，因为前车主有顾车，讲看椅子有 lap 这个啦，然后后座应该是很少载人，所以它的后座椅子还是 foam， 还是它的那个发泡是肥肥的。就是没有什么坐，这个后座的椅子也没有什么肮脏，但是门板这边的这个布料是肮脏了啦。但是没有关系，它是一台赛车，赛车就该有赛车精神，所以这些东西可能最后也是不理的啦。到时候我们会把这辆车烧这个 roll cage， 就是会有这个防滚筒，然后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改装。那这台车开起来效果是怎么样？感觉是怎么样？毕竟它的引擎很小啊，这台车引擎只有1300cc NA 自然进气引擎，爆发出的马力只有80几匹 on paper 啊，也就是讲轮上马力会更低，可能是60匹，可能更少。它的扭矩也只有116，也是 on paper。如果是轮上扭矩的话，肯定不到100，所以这台车是一台没有力的车来的。我们要怎样把它改成一台赛车呢？我们要怎样把它拿去参赛呢？当然有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啊，赛事规则。手上这一份呢，就是我们2025年 MSF Myvi Cup 的这个 Rules and Regulation， 你的车要怎样改，可不可以这样改，可不可以那样改，等等都要看这个准则来跟着进行哦。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在想 ，Myvi Cup 要跑快，下 turbo，下 supercharge，做那个 GT Wing 不能 ，OK， 它有它的规则，我们必须跟着它的规则来玩这个比赛。所以这台车接下来会改成什么样，会变成什么样，就让我们继续期待下去。那在那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辆车开出去试驾一下啦。没有试驾哪里可以？我刚买到这辆车，到我手上我还没有驾到这辆车，所以现在我们事不宜迟，把这辆车开出去体验一下一台原装的 Myvi 驾起来是什么样的啦。Let's go。OK， 终于来到这台 Myvi 的试驾画面了啊！这一台 Myvi 啊，因为它的这个出生年份比较早啊，2006还是2007年这样子啦，就有这一款 Myvi 了。所以呢，这一台 Myvi 啊，其实它在一些主被动安全配备方面可以讲是零啊，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 airbag 的这个字样。这个 airbag 的东西啊，早期真的是没有规定每一台车一定要有2颗或以上，所以这一台车是没有 airbag 的。然后再来就是有没有 ABS， 我也不确定啊，不知道等一下有没有机会试一下。我觉得没有 airbag 就应该不会有 ABS 了啦。然后这一台车驾起来啊，哇，它的虽然是一个手排，然后我每天也是有在开手排车啦，但是它的这个手排的这个换挡，哇，这个档位跟档位之间的距离是非常的远啊，超远那种，就是我感觉好像要找那个位置，它没有像比较早期的一些产品或者同年龄的一些产品，好像 Gen 2啊、Waja Manual 啊，还是 Satriano， 它的每一个档位都是非常清晰的。哇，很爽，我都做不到啊！即使是到现在啊 ，Heavy Sing 他买的那一台 Asia 手排版呢，我驾了过后也是觉得跟这个感觉很像，就是那个换挡不清晰啊，排档档位不清晰的感觉，驾起来整台车就那感觉不是那么的好啊。其实我觉得整个 dashboard 照顾到还算蛮好的，然后有一个我应该不会拿来用的大荧幕，有一点是要给 Perodua 一个，也应该是讲给早期的 Perodua 一个 good job， 现在的 Perodua 没有了啦，就是水温表。这台车有水温表，所以即使它是一台老车，很老的车，但是我也是可以 monitor 它的水温，现在是在大概什么温度，有没有过热的迹象。所以这台车有水温表，我觉得即使它是一台老车，可是要我开原门，我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我可以看得到水温在哪里啊。如果水温很高了，我就停车休息。可是这个看起来驾了一下子，水温都是保持在中间啦，所以还算是 OK 的。然后这台车呢，它的冷气其实应该是前车主有照顾啦，不过现在也是阴天啊，所以这个冷气其实还蛮冷的，还 OK 的。但是冷气这个东西，接下来我们没有用到啦，因为毕竟是要把它打造成一台赛车啦，真的是赛车啊，所以冷气就要跟它拜拜啦，不管它冷不冷都要跟它拜拜。然后整个 interior 也是会被拆空，我们也是会烧 roll cage 那些东西啦。其实我觉得这个 Myvi 驾起来感觉就是还不错的嘞。
哦，已经5号牙了，我还想要去换挡，要去进牙，可是已经5号牙了现在。然后驾在路上感觉就是好像在一个鱼缸里面这样子，因为这台车我们买二手的嘛，二手车买回来之前他们要做一个 Puspakom 的验车，验车呢就会把前车主所贴上的这个隔热膜啊撕掉，所以现在是完全没有隔热膜，很热那种啊。如果是大太阳天一定会很热，但是我们读了这个 MSF 他们的 Rules and Regulation 哦，是不能贴隔热膜，所以我们这台车应该会贴比较透明的有隔热效果的隔热膜，但是就不是那种很暗的啦。所以如果要很暗的话，我们平时好像在 workshop 放着这辆车，不想要给人家这样子直接看进我们车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用 Elevo 的sunshade。Elevo 的sunshade呢是磁吸的，直接把它吸上去，它不需要装 bracket 啊，不需要装一堆很丑的一些脚架，你直接放上去，它就会吸附在上面了。所以平时我们把这辆车放在 workshop 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用 Elevo sunshade。在这台车还没有烧 road cash 之前，还没有把里面这些内装拆空之前，在还可以合法上路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会把这辆车开出门。所以 Elevo sunshade 对这台车来讲真的很重要。而且各大车厂、各种车型都有推出 Elevo 的sunshade，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就会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Elevo sunshade 的价钱了啦。那车脚方面可以听到很多歪歪 kiki koko 的声音，那个没有办法啦，因为这台车10多年了，很老了，所以我们会接下来跟品牌方厂商合作，然后把整台车的这些车脚啊、bushing 啊，通通都给它换掉。当然 suspension 我们也不会用原装的去参赛，我们会用改装的 suspension， 特别的为了这一台 MyV 而客制化的 suspension 来做比赛。然后这台车呢，我们还会做很多不同的调教，当然引擎、牙箱是不能做到任何的改变，就连 intake 好像也不能改，这个我会详细读一下 rules and regulation。所以引擎、牙箱方面，我们应该只是做一个更加完整的 overhaul， 把它重新 rebuild 一下，把那些损坏的零件啊，还是那些要坏的零件统统换好来。然后电池不行了，这辆车刚刚我们要用 jump start 才可以把它 start 起来。那这辆车接下来还会有很多不同的改装影片哦，就是从今天这一集过后，就是应该是在拆车、在改装了。所以如果你也有一台 MyV， 或者你也有兴趣想要参加 MSF 的 MyV Cup， 欢迎大家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可以把这个系列好好的完整的保存下来看。然后我也会开一个特别的 playlist 给这一台 MyV 的啦。然后这台车 so far so good， 驾起来今天的第一印象很好，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好很多。我没有想到一台几千块的车可以拿到这样子的 condition， 很满足了。所以接下来它还会有什么大作为，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下去啦。今天就先这样子喜欢我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